丈夫和我閨蜜有了龍鳳胎，我平靜離婚，她帶閨蜜回家報喜。婆婆卻愣住了，她沒告訴你嗎？結婚5周年紀念日那天，我推開陸修遠辦公室的門，原本是想給她一個驚喜，並沒有驚喜，只有驚嚇。辦公桌後的轉椅背對着我，那原本應該屬於我丈夫的位置上，此刻正糾纏着2道身影。林靜書的驚呼聲在安靜的辦公室裡顯得格外刺耳。她那件昂貴的真絲襯衫被揉搓得不成樣子。陸修遠回過頭，他那張平日裡儒雅穩重的臉，此刻漲成了豬肝色，慌亂中甚至撞翻了桌上的咖啡杯，深褐色的液體濺了一地，順着桌角滴答滴答落下，像極了某種倒計時之意。你怎麼來了？陸修遠聲音發顫，他甚至沒顧得上把林靜書從身上推開，只是下意識地護住了林靜書的肚子，那個動作比他現在的狼狽更刺眼。我站在門口，手裡的禮品袋子勒得掌心生疼，卻感覺不到一絲痛感，只有一種荒誕的平靜。林靜書從他身後探出頭，那張被我視作親姐妹的臉上閃過一絲慌亂，轉而竟又變成了某種帶着挑釁的從容之意。你別誤會。林靜書眼眶瞬間紅了，她從陸修遠懷裡掙脫出來，小心翼翼地護着小腹，那副模樣活脫脫一個受盡委屈的受害者。陸修遠終於站起身，卻依然擋在林靜書身前，語氣硬邦邦地說道：靜書，她懷孕了，是雙胞胎之意，醫生說是龍鳳胎。他說出龍鳳胎這3個字時，眼神裡竟然閃過一絲掩蓋不住的狂喜，完全沒有顧及我聽見這句話後的反應。我看着他，忽然笑了。5年來，我們因為身體原因，一直沒能如願擁有自己的孩子。為了這件事，我喝了3年的苦藥，甚至陪他做過無數次檢查。每一次醫生說沒問題時，他總是寬慰我說緣分未到。原來不是緣分未到，是他的種子早就在這片土地之外開花結果了，還是雙份。所以呢，我看着他，聲音輕得像是一陣風。陸修遠，你是在向我報喜，還是在向我下戰書？知意他張了張嘴，似乎想解釋，但看着林靜書隆起的腹部，他最終還是把話咽了回去，只是颓然道：我們之間已經沒感情了。這幾個月我和靜書在一起，才感覺到了什麼是真正的家。林靜書在一旁垂下頭，嘴角卻有一抹不易察覺的笑意。她摸着肚子，輕聲道：知意，休養他也是為了孩子，你應該理解的。這孩子不能沒有父親。我看着眼前這對在我的婚姻裡如魚得水的男女，突然覺得胃裡一陣翻湧，不是因為心碎，而是因為惡心。我沒有歇斯底里的質問，也沒有像個潑婦一樣上去抓撓，我只是將手裡那份精心準備的結婚紀念日禮物，一塊定制的機械手錶，輕輕放在了門口的櫃子上。我知道了，我平靜的像是在談論一件無關緊要的公事。陸修遠明天上午10點，戶政事務所見。陸修遠愣住了，他似乎預想過我可能會大吵大鬧，甚至是死纏爛打，卻唯獨沒想過我會如此乾脆。我轉過身，踩着高跟鞋的腳步聲在走廊裡清晰可聞。我沒有回頭，即便身後傳來了林靜書驚喜的問話聲和陸修遠內逐漸放鬆下來的呼吸聲，我也只是挺直了背走進了電梯。電梯門緩緩合上，倒映出我此刻的模樣，依舊精緻冷靜。5年的感情在這一刻碎得連渣都不剩。我摸了摸自己的口袋，拿出了 LINE， 將陸修遠的置頂刪掉，
順手將他的所有聯繫方式拉入了黑名單。離開陸修遠辦公室後，我並沒像想象中那樣崩潰，相反，走在喧囂的街道上，我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清醒。那種清醒，冷徹骨髓，卻讓我看清了周圍每一個細節。我走進一家咖啡館，並沒有立刻回家。我知道，陸修遠現在肯定在忙着安撫林靜書，沒空顧及我。我打開筆記本電腦，開始整理這幾年來陸修遠所有的財務流水。作為一名室內設計師，我習慣了對空間進行布局與切割，而現在我要切割的是我們共同經營了5年的資產。既然他不仁，就別怪我無義。我撥通了律師的電話，語氣平穩地交代了離婚訴求、財產分割、公司股份轉讓，甚至是那套共同貸款的房子，我一條條羅列得清清楚楚。律師在電話那頭感嘆我的冷靜，我卻只是笑笑。人在絕望到抵觸時，往往比任何時候都要理智。當晚，陸修遠沒有回家，我對着空蕩蕩的公寓收拾好了我的私人物品。結婚5年，這裡到處都是他的痕跡，但他帶給我的只有虛偽的謊言。我把他的西裝、他的袖扣，甚至是他送的所有禮物，全部打包扔進了垃圾桶。第二天上午10點，戶政事務所的門口，陽光刺眼。陸修遠筆，我先到他身邊站着。林靜書今天穿了一條寬鬆的孕婦裙，臉上畫了精緻的淡妝，甚至還特意挑了一件我覺得格外諷刺的披肩。他看見我，下意識地往陸修遠身後躲了躲，那副楚楚可憐的模樣。如果我不曾親眼看見他那天的醜態，或許真的會信了他是無辜的之意。你真的決定了嗎？陸修遠看着我，眼神複雜，或許是覺得虧欠，或許是覺得我這份成全來得太容易，讓他心裡產生了一種莫名的不安。我不離婚，留着過年嗎？我看着他，冷冷一笑。陸修遠，別演了，你現在的樣子真讓人惡心。陸修遠臉色變了變，剛想發作，林靜書卻輕輕拉了拉他的衣袖，柔聲道：修遠，別吵，對孩子不好。那聲孩子成了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也成了陸修遠心裡的尚方寶劍。他深吸了一口氣，將離婚協議遞給我。財產分割沒問題，公司我留給你30%的股份，算是我對你的補償。陸修遠似乎覺得自己做了天大的讓步。我掃了一眼合同，嗤笑道：陸修遠30%，這公司是我和你一起從地下室做起來的，當初為了省錢，連外送都捨不得點，你現在用這點股份就想打發我？我從包裡拿出另一份早就準備好的補充協議，重重地拍在他胸口。我要公司50%的控制權，以及那套房產的歸屬權，否則我們就法庭見。我不介意讓全城的人都知道，陸氏集團的執行總裁還沒離婚，就讓閨蜜懷了龍鳳胎，這新聞想必媒體很感興趣。陸修遠的臉色瞬間變得慘白，他太看重名聲了，尤其是他那個古板到極致的母親。如果知道他在外面搞出這麼大動靜，一定會把他從董事長的位置上踢下來。他咬着牙，死死地盯着我，最終還是妥協了。好，我答應你，辦理手續的過程快得離奇，簽字蓋章，取證。當我拿到那張綠色的離婚證時，那種踏實感讓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寧。走出戶政事務所，林靜書一臉興奮地湊上來，似乎想說些什麼。我沒理他，徑直走向計程車。在關門的那一刻，我轉過頭，看着依舊站在那裡的兩人，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笑意。陸修遠，別以為有了孩子
就能高枕無憂了，這只是個開始。說完，我報了地名，關上車門，將那對狗男女徹底甩在了身後。車窗外城市的風景飛速後退，我的手機簡訊提示音響起，是一條來自陌生號碼的留言。沈小姐，你要的信息我已經收集到了，我回復了2個字，繼續林靜書。既然你這麼想要這個家，那我就成全你，不過你得先掂量一下，這東西你到底接不接得住？那對龍鳳胎真的就那麼穩嗎？在這個城市裡，有些秘密一旦開了口，就會像決堤的洪水一樣，無法挽回。陸修緣以為他在掌控全局，卻不知我已經為他鋪好了一條通往深淵的路。而林靜書，他以為他贏走了我的一切，卻不知道他贏走的僅僅是一場注定破滅的幻影。坐在後座，我閉上眼睛，深呼吸，空氣中雖然還有消毒水的味道，但我已經感受到了自由的芬芳。陸修遠帶着林靜書回陸家那天，特意選在了周末，他顯然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想用這2個尚未出世的生命，給家裡那尊大佛，我的前婆婆周雅琴，一個措手不及，好讓她不得不接受這個既定事實。我知道他們今天要去，但我沒去湊熱鬧，只是坐在距離陸家別墅不遠的一家茶樓裡，盯着 LINE 上偵探發來的實時進度。車子停在院子裡，陸修遠極其殷勤地扶着林靜書下了車。林靜書穿了一件寬鬆的孕婦裙，手裡拎着名貴的補品，那一臉溫順的模樣，若不是我親眼見過她在我面前私下偽裝的狰狞，恐怕也會被她騙過去。別墅的大門打開，周雅琴穿着一身素雅的旗袍，帶着那串祖傳的翡翠珠子站在門口。她保養得極好，那雙凌厲的眼睛仿佛能洞穿人心，這也是為什麼陸修遠一直不敢在周雅琴面前造次的原因。媽，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您說。陸修遠牽着林靜書的手，大步走進了客廳。周雅琴掃了一眼林靜書的肚子，眼神平靜的沒有一絲波瀾。她坐在主位的紅木椅上，輕抿了一口茶，才慢悠悠的開口：修遠之意呢？怎麼沒跟你一起來？陸修遠深吸了一口氣，挺直了腰板，仿佛在宣告一件讓他引以為傲的事情。媽，我跟之意已經辦了手續離了，這是靜書，她懷了我的孩子，而且是龍鳳胎。他說完，林靜書立刻上前一步，乖巧地叫了一聲伯母，隨即羞澀地低下了頭，活脫脫一個等待認可的準兒媳。空氣在這一刻凝固了，陸修遠一臉期待地看着母親，等着她點頭或者露出欣喜的表情。然而周雅琴只是放下了手中的茶盞，那瓷杯撞擊茶托的聲音在寂靜的客廳裡顯得格外清脆，卻也冷得刺骨。你說她懷的是你的孩子，還是龍鳳胎？周雅琴抬眼看向林靜書，那目光如鈎子一般掛在林靜書的臉上。是的。林靜書的聲音有些發顫，但在陸修遠的鼓勵眼神下，他還是硬着頭皮點了點頭。周雅琴突然笑了，那是一種帶着嘲弄的笑，讓陸修遠心裡沒來由的發慌。修遠啊，你是不是覺得媽老了，連這種陳年舊事都不記得了？周雅琴站起身，慢慢走到林靜書面前，她沒有像陸修遠預想的那樣憤怒責罵，反而伸出手輕輕拍了拍林靜書的手背，那動作親密，卻讓林靜書渾身發抖。媽，您這是什麼意思？陸修遠皺起眉頭，護在林靜書身前。周雅琴冷哼一聲，眼中的寒意更甚。什麼意思？你問問這位好姑娘，半年前她是不是在國外的私人醫院
做過一次深度手術，那次手術的記錄，我這剛好有一份。林靜書的臉色瞬間慘白，像是見了鬼一樣，往後退了2步，險些站立不穩。媽，您在胡說什麼？靜書她，陸修遠急了，他沒告訴你嗎？周雅琴打斷了陸修遠的話，語氣輕飄飄的，卻如雷貫耳。林靜書，你那所謂的龍鳳胎，不過是借用了輔助生殖技術的產物，而且那受精卵根本就不是你的，你是重金買來的妻兒。受精卵想用這種手段混入我，陸家客廳裡一片死寂。我坐在茶樓裡，看着直播回傳的畫面，心中毫無波瀾，甚至想笑。當初我發現林靜書懷孕後，就一直覺得奇怪。她跟我私交多年，我知道她在那次意外中受過傷，根本不可能自然受孕。於是我花錢讓人查了她的底細，果然查到了她在國外的醫療記錄，以及她試圖通過非法中介換種的操作證據。我把這些證據在3天前匿名發送到了周雅琴的私人郵箱裡。周雅琴是什麼人？她是那種把家族血統看得比命還重的女人，怎麼可能容忍一個背景不淨，甚至是用這種手段欺騙她兒子的女人？進門靜書，是真的嗎？陸修遠顫抖着轉頭看着身邊的林靜書。林靜書此時已經抖如篩糠，她原本精緻的妝容瞬間花了，淚水混雜着脂粉，在臉上畫出難看的痕跡。她想要辯解，張了張嘴，卻什麼聲音也發不出來。陸修遠，你長了腦子嗎？周雅琴指着門口，厲聲喝道，帶上這個女人滾！在事情查清楚之前，我陸家的大門，你休想再踏進一步。陸修遠狼狽不堪，他看着一臉驚恐的林靜書，又看着盛怒的母親，整個人陷入了巨大的混亂。他本以為帶回的是籌碼，沒曾想卻帶回了一顆隨時會炸毀他前途的炸彈。這一幕真好看。我關掉屏幕，放下茶盞，起身離開了茶樓。街道上人來人往，陽光正好，我看着天空，深深地吸了一口充滿新鮮感的空氣。我沒有繼續關注陸家那邊的鬧劇，因為我知道周雅琴既然已經撕開了那層窗戶紙，林靜書就絕對沒有再留下的餘地。陸家老宅的安保系統是我一手升級的，周雅琴動起怒來，會讓陸修遠連解釋的機會都沒有。我把筆記本電腦收進包裡，走出了茶樓。午後的陽光顯得有些刺眼，我伸手擋了擋，內心湧起一陣從未有過的寧靜。這5年，我為了維持一個所謂的體面家庭，小心翼翼地周旋於公司業務與陸家那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之間。那時候的我，連點一份外送都要考慮陸修遠胃不好，連買一件衣服都要詢問婆婆的喜好。如今想來，真是卑微到了塵埃裡。我的手機震動了一下，是公司法務發來的簡訊，確認了股份轉讓的初步審核進度。陸修遠為了盡快擺脫我，並沒有在股份比例上設置太大的障礙。他大概以為只要穩住了林靜書肚子裡的那對雙胞胎，他在董事會的地位就能穩固。他太天真了，他以為豪門爭產只需要一個孩子作為借口，卻忘記了在這個圈子裡最不值錢的就是沒有血緣關係的籌碼。我撥通了早已聯繫好的私人調查員的電話，聲音冷靜如水。之前讓你關注的陸修遠那幾個海外項目進展如何？沈小姐，正如您所料，那幾個項目的資金鏈存在極大的漏洞。陸總，為了籌集林靜書那筆巨額的手術與購買受精卵的費用，挪用了公司的部分專項資金，而且為了掩蓋漏洞，他在賬目上做了不少手腳。對方的聲音帶着幾分篤定。
我冷笑一聲，輕輕轉動着指尖的戒指。那是我們結婚時陸修遠親手為我戴上的。現在看來，這不僅是一枚婚戒，更像是一枚廉價的諷刺勳章。我將戒指從手指上退下來，隨手丟進了路邊的垃圾桶，把所有的證據備份，直接發給陸氏集團的監事會。我頓了頓，補充道，另外，林靜說那個私人醫生在國外的住址也一併整理好，發給相關的醫療監管部門。既然要玩，那就玩得徹底一點。此時的陸修遠恐怕正處於人生中最黑暗的時刻。他帶着林靜書被趕出家門，兩人蜷縮在那個曾經為了約會而買的公寓裡。林靜書的謊言被拆穿後，她的真面目也開始暴露出來。她不是什麼柔弱的解語花，她是一個為了目的不擇手段的賭徒。在那個公寓裡，兩人必然会發生爭吵，因為當利益這個紐帶斷裂後，剩下的只會是滿地的雞毛。林靜書想要的是陸家的闊太太位置，而陸修遠現在面臨的是母親的驅逐和公司內部的審計。我走進一家高檔百貨，選了一套幹練的職業西裝。換好衣服，站在鏡子前時，我看着鏡子裡那個眼神堅定、面色沉靜的自己，甚至有些感謝林靜書。如果不是她的出現，我或許還要在那種虛偽的泥潭裡陷上10年、20年之役。恭喜你，重獲新生，我在心裡對自己說道。傍晚時分，陸修遠給我打了電話，他的聲音裡透着顯而易見的疲憊和慌亂，沒有了往日的意氣風發之意。媽，他太衝動了，他誤會了，靜書這中間肯定有什麼誤解，他還在試圖通過我挽回局面。他的語氣竟然帶着一絲從未有過的低聲下氣。你能不能幫我解釋一下？媽一直很聽你的話。只要你說。陸修遠，我打斷了他，語氣冷若冰霜。我們已經離婚了，我和陸家沒有任何關係。你帶着你的真愛和你的孩子，好自為之，別再來煩我之意。現在公司監事會正在調查我，是不是你幹的？他終於意識到不對勁了，語氣瞬間變得暴躁起來。你為什麼要這麼倔？我們夫妻一場，你非要毀了我才甘心嗎？毀了你的從來不是我，而是你的貪婪和愚蠢，我平靜地說道。陸修遠，當你選擇和林靜書背着我搞出這些齷齪事的時候，你就應該想到會有今天。至於公司的事情，那是你違規在先，我只是在履行一個股東的合法權利，維護公司的利益而已。電話那頭，林靜書似乎還在尖叫，聲音刺耳得很。陸修遠顯得有些手忙腳亂，不斷地安撫着那邊。那種落魄與焦頭爛額，與我此刻的清閒形成了鮮明對比。我直接掛斷了電話，將他的號碼徹底移出了黑名單，又重新拉黑。在這個巨大的利益鬥爭中，沒有誰是絕对的勝者。林靜書那虛假的龍鳳胎夢，隨着周雅琴的介入，已經徹底破產。而陸修遠，他那所謂的事業，也將因為他的私欲而徹底崩塌。我從包裡拿出一份早就打印好的商業計劃書，這是我離開陸氏集團後獨立創立的新品牌的雛形。在婚姻裡的那幾年，我並沒有荒廢自己，那些在室內設計與項目策劃中磨練出的敏銳，現在成為了我最強大的武器。我走進了一家高檔餐廳，點了一份昂貴的牛排，給自己倒了一杯紅酒。我舉起酒杯，輕輕對着落地窗外的夜色碰了碰。生活才剛剛開始。陸修遠，林靜書，你們留給我的那些痛苦，我會一點一點全部還給你們。這不僅是一場關於情感的博弈，更是一場關於尊嚴與生存的硬仗。
我知道接下來的路會很難，陸修遠不會束手就擒，林靜書也不會輕易罷休，但那又如何？我已經不再是那個需要依附於男人的沈志毅了。我放下酒杯，眼神中閃爍着前所未有的光芒。窗外的城市燈火通明，而我將是這萬千燈火中最獨特的一點。陸氏集團的內部審計結果比預想中來得更快。監事會不僅查出了陸修遠挪用公款的證據，還順藤摸瓜地扒出了他為了給林靜書購買高額保險和虛假受精卵植入手術而進行的數筆商業賄賂。我坐在新租的辦公室裡，通過 LINE 實時看着業內新聞的推送。陸氏集團總部大樓被警察突擊搜查的圖片鋪天蓋地。曾經風光無限的陸修遠，如今成了財經版面上的反面典型。林靜書的日子也沒好過到哪去，沒了陸修遠那層保護傘，他之前的那些爛賬全部被翻了出來。那些曾經被他欺騙過、利用過的各路資本，此刻都像是聞到了血腥味的鯊魚，一擁而上。他那所謂的龍鳳胎，最終被證實，不過是一場披着科技外衣的非法代孕鬧劇。那個所謂的私人醫生在國外被捕，供出了林靜書長期支付高額非法報酬的細節。這一系列的反擊，我並沒有親自動手，我只是將導火索點燃，剩下的全是他們咎由自取。就在這時，辦公室的門被猛地推開，陸修遠闖了進來。他穿着一件皺巴巴的西裝，眼下濃重的青黑讓他看起來老了10歲。他沒了往日那種高高在上的貴氣，反而透着一種被逼到絕境的戾氣。沈志毅，你滿意了？他衝到我的辦公桌前，雙手撐着桌面，身體因為憤怒而微微顫抖。你居然把那些資料全給了監事會，那是我們要一起經營的公司，你這是在毀掉你自己的心血。我放下手中的鋼筆，抬頭平靜地看着他，陸修遠眼底的血絲與他那張寫滿驚慌的臉，讓他看起來像個徹頭徹尾的失敗者。心血，我嗤笑一聲，陸修遠，在你為了林靜書挪用公司資金的時候，你還記得那是我們的心血嗎？在你為了保住那個假貨，不惜犧牲公司聲譽的時候，你有想過那是我們一起經營的嗎？他啞口無言，只是惡狠狠地瞪着我，仿佛想用眼神將我撕碎。你現在來找我，不是為了什麼公司心血，而是因為你走投無路了，對嗎？我站起身，優雅地理了理衣領。林靜書呢？她不是你的真愛嗎？怎麼現在她不纏着你了？提到林靜書，陸修遠臉上的表情瞬間扭曲。那個賤人，他咬牙切齒，他根本就不是真心愛我，他想要的只是錢，是陸家的地位。現在陸家要完了，他連夜捲走了我賬戶裡最後的流動資金，跑了。我輕笑一聲，這個結局早在意料之中。林靜書那樣的人，利益至上，當陸修遠不再具備價值時，他跑得比誰都快。那正好，我走到落地窗前，看着外面忙碌的城市。陸修遠，你今天來找我，是想求我什麼？求我幫你填補虧空，還是求我幫你去警察那裡求情？我是你丈夫，就算離了婚，我們之間也你不是。我冷聲打斷他，我是沈志毅，是一個和你沒有任何法律關係的自由人。陸修遠，我曾經給過你機會，在周年紀念日那天，如果你沒有在那間辦公室裡那樣羞辱我，或許我還會考慮給你留條後路，但你沒有，你選擇了欺騙，選擇了背叛，選擇了將我的尊嚴踩在腳下。現在你所遭遇的一切，都是你自己種下的惡果。
陸修遠頹然坐倒在沙發上，雙手抱頭。他終於意識到，那個曾經溫柔懂事，只會默默支持他的沈之意，已經徹底死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清醒且冷酷的對手。我沒有再理會他，直接撥通了內線電話，保安把這位私闖辦公室的先生請出去，如果他不走，就直接報警。陸修遠在被保安拖走時，那雙眼睛死死地盯着我，裡面閃爍着瘋狂與絕望。他大喊着，我是一個狠毒的女人。我站在窗前，紋絲不動。當辦公室重新恢復安靜後，我感覺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輕鬆。窗外夕陽如血，將城市渲染出一片蒼涼的輝煌。我知道，陸修遠的餘生將在各種法律官司與債務清算中度過，而林靜書那樣的女人，失去了所有的靠山，等待她的將是法律的嚴懲與世人的唾棄。我的辦公桌上放着剛剛收到的行業邀請函，那是我自己努力迎來的，與任何人無關，也絕不會因為任何人的倒下而受損。我拿出一支筆，在邀請函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那一刻，我覺得自己的人生才剛剛開始，之前的5年不過是漫長的鋪墊。現在戲台終於清空，我可以主演屬於我自己的劇目了。門外傳來了敲門聲，是我的助理沈總。關於新項目的啟動方案已經準備好了，這是相關部門發來的審核意見。我接過文件，細細看了起來。不再是家庭瑣事，不再是婆媳糾紛，不再是那種令人作嘔的婚外情，而是真正的商業藍圖，是屬於我沈之意的未來。我抬起頭，對助理笑了笑。準備好了嗎？我們要開始一場真正意義上的競爭了。在這個殘酷的商業世界裡，唯有保持清醒，唯有掌握力量，才能立於不敗之地。陸修遠以為他掌握了婚姻，其實他什麼都不懂。真正的贏家，從不依附於任何人，也不被任何情感所綁架。天色漸暗，辦公室裡的燈光次第亮起。我看着玻璃窗裡倒映出的自己，那是如此自信，如此堅定。這場關於反擊的遊戲，我玩得很好，也玩得徹底。距離那場鬧劇結束，已經過去了整整1年。這期間發生了很多事。陸修遠因為涉及嚴重的挪用公款和商業賄賂，被判處了5年有期徒刑。而林靜書，那個曾經野心勃勃，想要借度上位，最終卻因為詐騙與非法代孕罪名被捕的女人，也在看守所裡度過了她最狼狽的一段日子，最後被驅逐出境。至於周雅琴，那個曾經高高在上，以為能掌控一切的女人，在陸修遠入獄後，不僅失去了心愛的兒子，連陸家的宅邸也因為債務被抵押。他現在住進了一間窄小的養老院裡，據說性情大變，整天對着窗外發呆，再也沒有了往日的凌厲。我站在我新成立的藝術館門前，看着招牌緩緩被掛上。招牌是簡潔有力的黑金色，沒有任何繁雜的裝飾，正如我現在的生活，純粹且充滿了力量。我邀請了許多在藝術界有頭有臉的朋友，剪彩儀式簡單而隆重。站在台上，我穿着那套去年在百貨商場買的職業西裝，雖然剪裁已經不再是當季最新款，但穿在我身上依然有一種歲月沉澱後的優雅。我的目光掃過人群，沒有陸修遠的身影，也沒有任何與過去相關的人。這一刻，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剪彩儀式結束後，我回到了馆內的辦公室，桌上放着一份來自國外的快遞，是關於那場導致林靜書入獄的醫療調查的最終結案報告。我將其放入了碎紙機，
看着紙張被切割成細碎的條紋，徹底掩蓋了那些曾經讓人作嘔的醜聞。在這個過程裡，我的手機響了，是 LINE 的提示音，是一個新項目合作方的消息。我們正在籌備一場名為《破局》的當代藝術展，主題正是關於女性如何在婚姻與事業的泥潭中重生。很多與我境遇相似的女性都投來了她們的作品與故事，每一封郵件，每一個故事，都在提醒着我，曾經的我並不孤單，而現在的我，也不僅僅是在為自己而活。我打開電腦，寫下了我這一年的總結。婚姻不是女性的避風港，它甚至可能是一場精心設計的陷阱。當你發現自己身處其中，不要哭，不要鬧，更不要卑微的祈求因為對方在欺騙你的時候，就已經做好了隨時拋棄你的準備。你要做的是冷靜，是收集證據，是學會保護自己的利益。這段話被我發布在社交平台上，很快得到了成千上萬的轉發。評論區裡有許多女性分享了自己的經歷，她們有的正在遭遇背叛，有的剛剛走出婚姻的陰影。我一一回復，用我這一年的經驗告訴她們，只要你足夠清醒，結局永遠掌握在自己手中。深夜，我處理完最後一份公文，獨自驅車行駛在城市的跨海大橋上，路燈將我的影子拉得長長的，透過車窗，我看到了海面上倒映的霓虹燈火。這5年來，我曾無數次在這條路上行駛，為了陸修遠的應酬，為了婆婆的叮囑，為了那些我以為屬於我的完美家庭。而現在，我第一次為自己開車，為了去赴一個屬於我自己的約會。那是明早，一場極其重要的行業交流會，將決定我公司下一個階段的戰略布局。我打開了車裡的音響，音樂聲舒緩而優雅，空氣中彌漫着淡淡的海風氣息，不再有壓抑的消毒水味，不再有偽裝出來的笑容。我忽然想起陸修遠在被帶走前曾問過我一個問題，沈之意，你難道真的对我一點感情都沒有了嗎？那時的我沒有回答他，現在如果他還能問我，我會告訴他，愛過，所以才會受傷。但正因為傷得夠深，我才學會了什麼叫愛自己。而對他那種自私自利的男人，所謂的愛，不過是婚姻枷鎖上的裝飾品。車子平穩地穿過大橋，向着光明的前方。開去這一年的經歷，讓我明白了一個道理：人生的主場永遠是由自己構建的。外界的評價、他人的背叛、世俗的期待，在真正的自我面前，都顯得那麼蒼白無力。回到公寓，我站在落地窗前，看着整個城市在腳下沉睡。這間公寓是我搬離陸家後自己買的，不大，但每一處布局都是我親手設計的。這裡沒有陸修遠的痕跡，也沒有婆婆的規矩，只有我喜歡的簡約風格，和那幾盆我精心打理的綠植。我走到酒櫃前，給自己倒了一杯紅酒，坐在窗邊慢慢品味。杯中的酒液在燈光下泛着紅寶石般的光澤。我想起了1年前，我在那個茶樓裡匿名將證據發給周雅琴時的忐忑，想起我在戶政事務所拿到離婚證時的釋然，想起我在面對陸修遠的威脅時那顆跳動的異常平靜的心。那時的我是抱着一種同歸於盡的決絕走出來的，可現在看來，那不是同歸於盡，那是置之死地而後生。生活是一條河流，我們都會遇到暗礁，會遇到急流，會遇到那些試圖將我們淹沒的漩渦。但只要保持航向，只要堅持自我，這條河流終究會匯入大海。我的手機再次震動，是明天的行程提醒。
每一個日程都與我自己的夢想有關。我閉上眼睛，沉沉地睡去。在這個沒有謊言，沒有背叛，只有屬於我的未來世界裡，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安穩。這場漫長的家庭倫理博弈終於畫上了完美的句號。我沈志毅徹底贏得了這場關於自我的戰爭。